欢迎各位来到 UCAMCO 的网络研讨会直播间。今天所要进行网络研讨会的主题是 TPViewer 完美的网络与测点检视工具。首先 TPViewer 网络研讨会要如何进行？所有的与会者呢，我们都会采用静音的模式。如果各位在研讨会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透过屏幕右方的问号图标来进行提问，采用文字信息的方式来提出各位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研讨会，我们会有问与答的时间，来针对各位的问题进行回复。如果是因为时间限制的关系，在研讨会后，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为各位进行答复。在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会有本次研讨会的视频来发布给各位观赏。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我是杀手。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 Q&A 时段的主持人，也就是 Lico， 我们请 Lico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 Nico， 欢迎大家参加此次研讨会。我们现在把现场还给萨克斯。嗨，萨克斯。好的，谢谢 Lico。今天 TPViewer 网络研讨会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将进行 UCAMCO 简短的公司介绍，接下来我们会有 TPViewer 这个主要的功能演示发布，再来我们会有实际的操作示范演练给各位观赏，之后我们会有问与答的时间来针对各位的问题提供回复。首先，我们将进行简短的 UCAMCO 公司简介。UCAMCO 是一家专门为全球 PCB 行业提供服务的公司。UCAMCO 的主要产品有下列几项。首先，我们有 PCB 制造的工程软件。PCB 制造的工程软件就涵盖的产品有包括一般的 conventional 连接传统版的，还有我们的 HDI， 还有我们的 Sequence Build-up 生成法，还有软硬结合版以及软板，都是针对 PCB 部分的。在部门分别呢，我们可以针对之前或者是 CAM 甚至是工程部来提供我们 PCB 制造工程软件的服务。在一般的安装在电脑上的软件，还有以及我们的以网页浏览器的工作流系统的软件呢，我们本公司都有制作。比如说像网页浏览器为基础软件，我们就可以各位就比较熟悉的像我们的 Integrator， 还有我们的 INK。 再来我们有针对 PCB 各制程设备他们的前端的处理软件，我们有针对这个部分来为广大的设备厂商呢来做 OEM 的服务。那么这些设备有涵盖的我们的 AOI， 或者是直接成像曝光，或者是我们的支付喷印，甚至是电信测字设备，只要是各位的这个 PCB 车间生产设备有必须要用到工程软件的部分呢，我们都有提供这个 OEM 的服务。另外在 PCB 制作完毕，我们会有一个套装软件呢，来针对 Stencil 也就是钢板的部分，来协助各位印制锡膏之后顺利的这个贴片、贴装以及上件。另外在我们的硬件的部分呢，我们各位都非常的知道，我们 UCAMCO 有非常知名的镭射激光绘图机，它本身有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是我们的雷射激光绘图机，它有一流的性能以及极高的精确度，还有非常耐用的性能呢，继续持续的在为 PCB 业界来跟各位进行服务。U-CANCO 是一家有40年 PCB 行业经验的公司，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行业专家，因为我们专注于 PCB 的制造，而且我们有深入以及完善的行业知识，我们也非常重视客户的需求，并且呢，我们一直不断的累积经验的累积，包括我们公司的人员，他们都有非常稳定的人力资源，以及我们累积下来的长期的客户基础，再加上我们有在全球广大的客户安装实力来为各位服务，再加上 U-CANCO 是目前是 Gerber 格式的开发者，我们是实际的 PCB Gerber 数据标准的规范制定还有开发，我们在这个业界呢来跟各位一起进行努力。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说 PCB 就是我们 U-CANCO 的专业。以上就是 U-CANCO 的简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TP Viewer 的主要功能介绍。什么是 TP View 呢？TP Viewer 呢，主要可以来帮助各位做测点的编辑，还有网络的查看，以及我们会提供方便的截图输出来为各位服务。它可以说是一个快速方便的 PCB 网络与测点的一个检视工具，主要的功能用在各位的电信测试部门它是专用的一个编辑工具。主要的功能呢，我们跟各位做个简短的介绍。主要呢，它可以做单一网络的自动缩放比如说我们网络范围这个画面的呈现，就直接呈现该网络的自动缩放功能，并且呢，我们可以同时双面的测点呢，可以同时来检视。另外，我们也有内层线路的显示切换，针对该网络该测点，我们有没有需要查看它内层网络的走线。另外，我们也有多窗口的同时联动，包括上层、下层，以及我们 U-CAN 的主画面，以及 View Guide 的这个部分的画面。主要的所有的画面都针对各位浏览的区域大小来同时进行联动的缩放。另外，我们也有针对防焊开窗的部分呢，来做显示的切换。各位可以常常我们搭配这个防焊显示切换的功能，各位就可以检查到我们的防焊开窗的部分有没有摆放测点。另外，在测试点的部分呢，我们会加强标示，我们会 highlight 这个测试点的位置以及大小，来给各位做测点的查看。我们另外也有针对测试点呢，可以手动的逐一浏览，包括我们的下一网路、前一网路，或者是第一个网路，甚至是最后一个网路，以及我们手动点选画面图形来挑选显示网路，也可以呢来做自动的逐一浏览网路。在我们这有一个自动浏览的功能键呢，它可以针对网路排序或是各种不同的排序方式来为我们逐一的网路来为各位自动的播放
让各位可以来浏览。另外，我们也可以呢，针对当前的网络号码的测试点来进行编辑，包括可以直接新增、删除，也可以来做我们端点与测试点的互相转换。再来，我们可以针对当前的屏幕呢，或是当前的网络号来做屏幕的局部截屏，那也就是帮我们另存一个图档。另外，我们在局部我们也会同时生成这个局部位置的区位图，甚至是说，如果各位同时要做批量截图、多网络号码的截图，我们这里也可以快速的输出每一网络的截图输出。另外，所有的功能的按键呢，以及切换，我们都有搭配键盘快捷键的控制，让各位不必要用滑鼠一直的来点击。这个是主要的 PVV 主要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来为各位做 TP Viewer 的实际操作示范。好的，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UCAN 各位比较熟悉的 UCAN 带到我们的画面来。我们首先呢来切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页面。这是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22层版的 HDI 的一个网路。那么这是一个测点已经生成完毕的一个 job。那么生成测点呢，TP Viewer 呢可以让各位采用，就是说你可以导入 IPC 或者是 UCAN 直接生成的测点，或者是其他的选点软件呢来导入 UCAN， 让各位非常的方便来进行我们的测点编辑、测点检视的部分。我们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在 TP Viewer 的主要功能呼叫，在我们的编辑视窗底下一个 TP Viewer 的编辑，我们这个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呢来呼叫我们的 TP Viewer 主要功能。那么 TP Viewer 这个功能主要在所有的 UCAN 套件里面呢，只要是各位的版本是在2021以上，都可以来呼叫这个安装，甚至是我们的 Smart Test、我们的 UCAN X 等等的，都可以来使用这个 TP Viewer 的功能。这个就是我们 TP Viewer 的主要功能的画面，我们就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视窗分为左跟右。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网路的呈现。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UCAN 的主画面，以及我们的上层的西面，还有就是 top 面，还有我们这个 B 面，也就是我们的 bottom 面的显示。那么如果我现在直接用这个框选放大，我们来各位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要框选放大这个区域，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 UCAN 所有的画面呢，包括这一个 View Guide 的画面，都是怎么样？都是同时联动的，都是同时联动。好的，那么我们目前呢，网络上看到的是1号网络，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TP Viewer 的主要功能，我们可以针对萤幕的放大、缩小以及我们骨架显示切换。另外，我们也可以针对防汗的部分呢来做切换。我们直接套用防汗的话，各位就可以看到板子上的这个显示呢，就是经过我们滤漆上网的颜色。那么这个紫色的部分就是属于我们的测点部分。那么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中间点。好，接下来我们可以针对，比如说这是一个整版的显示，那么整版的显示我只希望看该网路号的网路的时候呢，我可以进行其他网路呢把它做切换，我只要看目前3号网路的走线，它的配置是如何，我们可以在这个显示整版网路以及
隐藏整版网路来进行切换查看。另外，我们也可以针对其他影像的部分呢，我们进行暗化处理。如果说各位不希望经过暗化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所有的背景把它关闭。那么我们经过这个黑化处理，我们可以局部的浏览该网路。比如说也可以，比如说我想要查看目前这个网路的号码，我们直接点选该网路，我们就可以看到萤幕切换为 Pick 模式，我们就可以点选该网路。那么该网路的就是我们的第31号网路，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另外，我们也可以针对内层显示的切换比如说我们的31号网路，它的内层的连接呢，就有包括这些都是属于内层。那么31号网路的内层的网路分布呢，它分布了在内层的部分有 L3、L5、L11、L12 跟 L20。那么在这些颜色的对照呢，文字颜色的对照，各位都可以发现的，各位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目前这个走线是属于 L5 的部分，那么在这个粉红色的部分是属于内层 L11 的部分。我们也可以针对内层的部分让它显示关闭，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在31号网路在 top 面有30个测点，另外在 bottom 呢，这个有41个测点，这边都有测点的显示讯息呢，来带给各位看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测点的显示部分增强显示处理，那么它就会帮我们该网路的这个测点的显示，帮我们加强显示标注出来。各位就可以看到32号网路呢，在 top 面它是属于2个测点，在 bottom 面是属于1个测点的部分。那么我们也可以针对呢该网路的部分呢来进行编辑，比如说像这个网路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测点编辑的切换。像这个部分呢，各位可能这个网路第231号，它是经过，这是一个测点，经过这个部分呢，透过这个孔位，这是一个孔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孔位呢，透过这边的部分呢来进行连接到我们的 bottom 面。那么 bottom 呢，再透过外层线路连接，分别开出2个测点。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测点呢，我们可以进行编辑。我们可以说我要将测点移到中间点的位置，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也可以从中间点移到端点的部分。那在 UCAN 的测点生成 ，UCAN 会将各位的测点呢分成中间点跟端点，我们就可以进行中间点跟端点的部分的切换，我们就可以这边来增加测点以及删除我们的测点，都可以非常方便的编辑。那么在这个直接画面的切换的部分呢，各位就可以看到，在 UCAN 的主要 job 里面呢，它也会帮我们自动添加这个测点我们也可以针对测点的部分呢来删除。我这边可以选择输入我要添加测点的尺寸，我也可以新增一个以外层配的为大小的配的尺寸各位就可以看到这边编辑非常的方便使用。另外我们也有针对这个画面的截图的部分呢，来提供给各位做方便的使用。比如说像这个232号网路，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 C 面有2个测点，那 B 面也有2个测点。那它经过内层是如何连接成一个网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将内层的网路连接呢将它开启，各位就可以知道它是经过在外层的部分透过这个孔位连接到我们的内层 L3， 然后经过这条走线呢走到这个另外一个通孔的位置呢，来 B 面这边形成一个测点，再透过内层 L5 的部分连接到 top 面跟 B 面各有一个测点非常方便的检视。各位也可以直接针对该网路来进行截图，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进行截图。比如说我要输出的
图档名称假设是 test demo， 那么今天的网路号码，这个是我想要针对网路号第232号来进行截图，我就可以进行这个图档输出。那在图档输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图档输出之后呢，这个 TV Viewer 呢就会自动帮我们截图刚刚这个第232号网路的局部位置在这里，它并帮我们做高亮的显示。另外，在该网路连线的走线图，它也会帮我们放大图，以及我们的这个位置显示图都可以帮我们非常方便的截图，再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个 PNG。那么各位也可以透过这个批量显示的部分呢，来针对多号码的多网路的同时截图输出。那在这个它就会帮我们针对每一个我们刚刚输入的网路呢来进行截图输出截图输出，非常的方便使用。第234号的网路走线的方式是属于这样子的走线配置。好的，这个是截图的功能。那我们也可以针对下一网路进行快速的切换，前一网路以及第一个网路。第一个网路就是属于大同命网路它有1244个测点。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挑到最后一个网路，这个最后一个网路就是没有测点网路，这边就可以显示零网路。那在进度条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目前总网路数呢进行浏览的显示切换。我们可以针对，比如说我们针对第一个网路，我们开始进行这个直接的针对，我们也可以针对测点浏览的方式呢来进行排序浏览的方式。我可以针对从大网路，所谓的大网路就是多测点网路，依序往下看针对这些来做排序，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自动浏览功能，它就会帮我们自动播放浏览每一个网路号码因为目前它并不是针对网路号，它是针对测点的部分来做排序浏览方式这是一个自动浏览切换的功能各位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非常快速的来检视目前网路号第263号有7个测点，它内层的走线经过 L3、L16 还有 L20， 非常方便的检视。我们也可以直接做，我们可以做内层显示的切换。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在外层都是属于独立的点，它并没有在外层有任何的走线。那如果说各位想要知道它内层走线，可以将内层的走线的切换了，将它打开，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该走线的方式。好的，这个就是实际的操作示范。接下来我们针对各位提出的问题来进行问与答，我们将现场交给 Nico。嗨，萨克手谢谢。大家好，就是在整个这个研讨会过程中，我们收到了这个多条这个反馈，现在我们挑这个几条，请萨克手帮我们解答一下。第一个就是有客户提出，在编辑测试点的时候，不希望在每次点击屏幕的时候出现这个弹窗确认，希望这个软件能够自动判断，就自动增加或者是删除这个测试点。然后第二条的话，就是有客户提出，就是说，我这个功能就是说，已经能够按这个测试点个数从大到小这个排序，那希望我们把这个网络号也重新排
排序一下，就是说最大的是1，然后呢然后往下降，然后这个网络号顺序就是逐步的增加，就是方便这个浏览。好的，谢谢 Nico。那么针对这个测试点的编辑的部分呢，我们在测点编辑的这边我们都会有一个弹窗提示。如果说这是一个测点，我们就会带一个提示是说直接测点移到中间点，或者是直接删除这个测点。那么其实不太需要删除测点，我们直接进行点击切换，那么就可以将端点以及中间点的位置呢来进行切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TV Viewer 这个有一个说明的栏位呢，来给各位看我们目前这个 TV Viewer 呢有操作的说明，还有一些 YouCan TV 的配置。那么刚刚这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弹窗确认的提示呢，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弹窗确认的选项呢把它关闭。我们做 YouCan TV 的配置切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弹窗确认的选项呢把它直接忽略掉。那么各位透过萤幕直接点击就可以做端点以及中间点的切换，非常的方便，就不需要带这个弹窗部分的这个确认。另外在第二个问题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是针对所谓的网络测点来做排序浏览，那么各位希望是说我的网络排序浏览呢是可以针对这个网络号码也同时进行的排序。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功能，就是针对这个测点的数量呢来做网络号码的重新编排。我们就可以重新按下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帮我们针对多测点网络从1号开始往下进行重新网络号码的编排。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我的第一个网络以及就会开始呢针对网络号码呢就会针对测点的数量来进行排序。那么我们也有带一个这个功能来帮助各位网络号码的这个跟动好的，因为时间限制的关系各位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回答到的话，事后会透过 email 的方式来跟各位回复。我们赶快来帮各位整理一下 TV Viewer 的优点有哪些呢？它可以节省查看特定网络的时间，也可以方便浏览多层网络的走线。另外，各位如果经常使用这种比较平价的这些选点软件的话，各位都可以发现往往在多层 HDI 版呢，它的图形显示时间非常的缓慢，那几乎就是类似这种网络不通或者是会让你突然感觉到你的萤幕就是反应非常慢。那么在 YouCan 呢，这个图形的显示呢是非常快速的完全各位都不需要等待，直接画面呢直接快速的进行切换。再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 TV Viewer 的功能来快速掌握测点的位置，以及我们也可以进行快速的输出截图。再来呢，我们可以针对不良测点的部分呢，来制作成这个 document 的文件Word Excel 呢，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个 QA 部门呢，来进行良率的分析进行切片。透过 TV Viewer 我们也可以确保 PCB 经过电信测试品质的正确性，同时也可以针对关键性网络呢来增加测点以及减少测点，我们就可以确保这个测试程式的正确性呢，来提高我们的测试效率。在之后的 TV Viewer 我们的发展重点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自动测点一键的输出另外我们也会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说5G 的系列的天线产品，
还有我们的半导体这个载板的substrate 的部分呢，我们来进行这种应用的显示功能呢，包括承接接口包括等等，各位有需求的，我们都可以针对不同的产品呢来增强我们的应用。另外，我们也会在未来呢来增加这个视线是测点的便利解释。另外，我们也会来提供各位模拟视线式组织的计算，这个部分都是未来 TV Viewer 的发展方向。好的，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请透过屏幕上方的 email 呢来跟我们做联系。如果各位的刚刚在研讨会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没有回复的话，我们会透过email 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为各位提供回复。我们非常期待各位的意见还有问题的反馈。接下来我们有新的发布会的话，我们会通知大家。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拨空来参加我们的网络研讨会。好的，谢谢，再会。谢谢，拜拜。